普吉码头。今天从普吉岛坐船去大皮皮岛住一晚，给大家拍一拍上岛攻略。从普吉岛到皮皮岛坐船非常方便，普吉岛的街头到处都是卖船票的，有快船也有这种大船。我买的是这种大船的600铢，人民币120左右。这种大船不但非常稳，而且可以在甲板上看风景。泰国的海岛游坐船交通都非常方便，几乎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小岛，而且票价都包含了送到码头的费用。不少地方都可以采用车船联运的方式，非常方便快捷。看看我们这个大船，从普吉岛到皮皮岛，大概船航行时间也就1个小时。先经过了小皮皮岛，以前拍过这里的视频玛雅湾。小皮皮岛，玛雅湾。大船经过玛雅湾的时候，特意船速慢了下来。往里看就是小皮皮岛的玛雅湾的沙滩。我们这个船有3层甲板。进入大小皮皮岛领域，周围的风景变得漂亮起来。围着小皮皮岛转了半圈，经过了皮雷湾，这儿的景色太美了。前面看到的是维京洞穴，到了这些小岛也都可以报当地的1日游。坐大船去皮皮岛也可以看到这些景色。看我们这个船体量还蛮大的。船航行了将近1个小时，前面就到达了大皮皮岛。今天准备在大皮皮岛住一晚。现在下船上岛，这里很多酒店都可以免费在码头接人。上岛好热闹。先在码头买一张明天去丽贝岛的船票。买去丽佩岛的，先买了。皮皮岛上有去往周边各个岛的船票。而且在这里买反而价格还会便宜一些，比如去丽贝岛，从这儿买就更便宜一些。整个皮皮岛的形状像一个哑铃的形状，长有8公里，两头都是山，中间是一段沙滩的地方。绝大部分的住宿都在中间这一段，地势比较平缓，即使拖着行李箱自己走到酒店也还算方便。当然你也可以要求酒店来码头接你，就用这些行李车。绝大部分的酒店都可以步行到达，不到1公里。一路上都是热闹的街道，商店、餐馆，换钱的、卖东西的，什么都有。皮皮岛曾被称为背包客的天堂。还好都是平路，那还有小马呢。到了订的酒店，这个酒店还养了一匹小马。我订的酒店算离码头比较远的，将近1公里，所以价格也比较便宜。凑合住一晚，有空调就行。酒店算是在山脚下，不用爬山。还有海鲜炒面，门口吃了个中餐，10来块钱。哈。中午休息了一会儿，下午准备去岛上逛一逛。去年在甲米我参加的皮皮岛1日游的时候拍过大皮皮岛，不过那个时候在岛上只玩了1个小时。整个皮皮岛的形状有点像一个哑铃，中部比较窄，两侧是小山，中间都是沙滩和丛林。岛中央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十米，两边是2个不同的沙滩。现在来到的是码头另一侧的沙滩。这里可以租船去周边的小岛，包括小皮皮岛。大皮皮岛上报名1日团、半日团价格都不贵，100多。尤其是去小皮皮岛，距离非常近，可以早晚过去，避开游人。现在来到了码头一侧的沙滩，这边沙滩更加热闹，很多1日游的游客都会在这里停留。
这个沙滩长度大概有将近1公里，可以走一走。今天的天气不算很好。又回到了另一侧的沙滩，这里人少，可以飞一下无人机。感觉现在已经退潮了。现在的皮皮群岛是一个国家公园，包含了6个岛屿，主要是大皮皮岛和小皮皮岛。大皮皮岛是可以居住的。如果天气好的时候，这里的海水非常漂亮。海水的颜色有绿色和蓝色。我个人建议，如果来普吉岛或者甲米游玩的，可以在皮皮岛住一晚，在这里把大小皮皮岛好好玩一玩。这就是岛的中部，非常的窄，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十米吧。现在潮水退了几十米，可以走上沙滩。很多人问泰国可以飞无人机吗？我个人的感觉是大部分地方都可以，只是有个别的国家公园需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主要是避开人多的地方就好了。如果真的禁止飞行，会有提示。住宿的酒店大部分都在这些平地和沙滩上，也有极少的观景酒店是在山上。这个皮皮岛上山上有个观景台，准备傍晚的时候上山去看一个日落。去山上的观景点都有路标，沿着路标走就可以了。这个观景台就在我入住酒店的后面，基本上爬10分钟就可以到达。这个观景台是收费的，50泰铢和10块钱人民币。一共有3个观景点，首先来到的是1号观景台。这个1号观景台在半山腰，种植了很多花草树木和各种造型，非常美的一个小花园，都是打卡拍照的好地方。感觉这个10块钱还是值得上来的。这个1号观景台是在半山腰，要想看到更好的风景，一定要往上继续爬，去2号观景台。2号观景台离1号观景台大概要走300米，落差也不算太高。路上很多的流浪猫。上面就是2号观景台了，已经有很多人在上面等落日了。这算是一个小山顶，但并不是岛的最高峰。山顶还有个观景的咖啡馆。很多人都坐在这里的大石头上等着日落了。从这里看到的皮皮岛的全景。如果来这个观景台，要么就上午来，看到的景色是顺光比较漂亮，要么就是傍晚来看日落。显然来看日落的游客会更多一些，因为这里的大部分背包客都是夜猫子。整个观景台上游客非常多，傍晚这里小风一吹还是非常凉快的。打卡拍照。
其实我也在这里飞了无人机，但是效果一般，还不如直接看到的效果好看。另外就是山顶人比较多，不太好飞，所以打算第二天早晨再单独上来一次。一直等到了太阳落山，这个山顶还是值得爬上来的。现在又回到了1号观景台，正好有晚霞出现了。一直待到了天黑，下山吃晚饭。加起来不到30，所以这个皮皮岛上的物价不贵，吃饭很便宜，超市稍微贵一点点。我皮皮岛其实来过3次，这是第3次啊，但是没有住过，所以这次来住一次。反正像这种岛的话，有机会有时间就住一晚，住一晚跟不住一晚感觉还不一样。因为像一日游在这就停1个小时，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。但如果住一晚呢，是吧？早晚都可以玩一玩沙滩，待一待，然后这边有个高度观景台爬一爬，很热闹。泰国这些岛屿的交通非常方便，就是一个岛挨着一个岛的，都完全可以用这个快船或者大船做这种周转的交通工具。所以像欧美人玩都是一个岛一个岛的挨着玩，我这次也是啊，有几个岛都分别玩一玩。但是其实我骨子里不是特别喜欢水，所以像这种地方的话，如果浮潜、游泳是非常好的，但我就不下水，就拍拍风景给大家。我住的这个酒店提前了几天订的，还挺便宜的，200多，跟我在普吉岛住的差不多。这炒饭挺好吃的。我一般都吃炒面，但今天是炒饭啊，海鲜炒饭啊，12块钱，炒饭是16，20多块钱。岛上物价不算贵，就吃饭差不多跟普吉岛，超市稍微贵一点点，从饮料能看出来。住一晚，拍拍日出日落。然后在观景台拍一拍大景，飞飞无人机，然后就继续往南走，一路就坐船过去，坐船坐到最南端的丽贝岛，然后从丽贝岛坐船去兰卡威，马来西亚。反正这一路都是免签的，很方便。初步是这么计划的。